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我们这个探针平替哪吒的，之前分享过，但是之前呢分享的是比较基础的，今天我们来更进阶一点，小伙伴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解答一下，然后有对应的解决方案。那我现在是已经把相对多的机器都已经挂在探针上了，采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主题，因为之前原作者提供的那些外观都不太符合我的审美啊，我们用了第三方的主题，然后我们会分享国内的小机，像我这个宁波的这个机器啊，怎么挂载到海外的主控上，就是我们主控是海外机，然后我们被控机是国内的机器，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接入啊？如何去做 TG 电报的一个通知提醒？机器离线了，或者说负载比较高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有提示给到我们这个 TG 机器人。以及我们最后更新这个探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情况，就是如果你用官方的脚本的话，那会跟科技烂之前给大家提供的那个脚本会有一定的出入，然后我们如何去规避和避免。好，大家来到我的博客，看到这边就是我的一个演示站未来可能会变，需要继续使用这一行命令。小伙伴第一次搭建和日后维护都可以使用这个脚本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依然是在徕卡云，我们经常推荐的这家云服务器厂商，他家每个月都会有秒杀活动，主要提供日本、香港、韩国、美国的机器，包括 CN2。包括 ISP 都有，还有国内的域名的话，我们推荐 Gname， 也可以接管到 Cloudflare。然后我们的 SSH， 我现在用的是 Telemuse， 你也可以用 TB， 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在用。那我们就当大家已经安装好了，今天只是来讲进阶的。我们复制这一行命令，来到我们徕卡云的机器，到你的命令行终端回车一下，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监控是已经安装的，它这个状态就直接显示在这边，并且告诉我们 IP 加端口，还有我们的域名。好，右边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点击设置。我们先来讲主题的事情。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个设置，设置里头有个主题管理。我这边呢是使用了一个作者比较推荐，样子有比较好看的。这个主题呢还可以在线进行更新，你不用每次都去下载。那怎么去安装这个主题呢？我们这边点击社区，这块是作者的部署文档推荐的几个主题，我选的是这个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关注一下。那我们这边就去使用这个主题，直接进入它的 GitHub 地址。来到他们地址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向下滑确认这个项目。好，仓库右侧这边有个发布它是5天前发布的 1.2.2 zip 包进行下载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方主题包。回到我们监控的后台，这边有一个上传主题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 zip 压缩包拖到这边来，那我把它拖进来，那它就上传好了，设置成当前的主题。然后它这个主题呢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新的标签，你可以点击去详细设置这个主题的各项参数，非常全面，几十项的内容。它的宽度你可以去调，图片链接你可以用自己的，可以用视频的背景，它桌面端和移动端背景还可以分开，磨砂背景色的详细参数你都可以去调，状态栏卡片其实呢默认就已经很 OK 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化在细节上做出变化，做出调整，最终呢就形成我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你可以点击这个 I， 就是 info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徕卡云的各项属性以及它的延迟状态，联通、电信、移动哪个比较合适。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去详细看它的日常监控它几个小时的时段，几天的。机器人报警其实跟我们当年做哪吒探针的时候还是比较相似的。通知这块填写我们设置的机器人的 token， 那我们需要填写我们自己的用户 ID， 你可以直接选择，它有这么多，你可以发送邮件我们这边就选的是 Telegram。那我的电报呢，就是用的这个机器人，离线、上线都会有通知。我们搜索 boot， 有一个 boot father， 它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创建对应机器人，并且会生成这个 token 你根据提示就可以了。机器人的名称，然后机器人的昵称、图片这个机器人就成型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机器人获取用户 ID， 输入这个 star。
随后呢，你就把机器人的 token 输入进来，然后把你的用户 ID 输入进来，然后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测试，点击这个 Go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测试成功，然后并且会给我们的机器人发一条消息。这边设置好以后呢，我们离线通知，你可以把所有的服务器选中，机量添加，300秒是一个可控的，如果太近的话，它会频繁有通知。那所有的这边都已经离线通知启动了，然后这块呢会标记你之前断联过最后的通知。负载这边是一样的，点击添加，设置一个 CPU 80%啊，它就可以预警。你把所有的机器全部选中，点击完毕，然后硬盘80%，内存80%，你都可以加通知，然后进行设置。通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过期还有流量的一个限制，然后服务器呢，你可以去设置它的费用，还有它的到期时间，这个就会帮助你那个通知到你，就是你快到期了，它可能会给你发消息。那我们来讲讲如何去更新我们当前的这个监控。那如果小伙伴们使用的是官方的命令，那我不建议大家直接用这个更新了啊。起初就是用我这个安装的话，那你在这边就可以无缝的去更新。更新，它会把你当前的这个 Docker 干掉，然后重新部署。这个默认密码你不需要管，还是输入你的新密码。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说我用了你这个脚本更新以后我的数据全没了，那是因为你起初就是没用我这个进行安装，然后你就直接更新了。之前有小伙伴就反馈，他说他更新完数据全没了。这个因为我们用的路径是不一样的，我的所有的应用呢，我们会放在 Home Docker 这个目录下，它就在这里面，这个持久化是做在这边的。国内的机器如何去被监控？因为很多小伙伴使用国内机器，它可能在命令行里头就卡住了，拉取不下来。我们这边创建一个国内的机器，对，我们拿飞牛做一下测试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把命令输上。注意了，我们需要开启这个 GitHub 代理，然后输入这个 GitHub， 这个是最关键的。那我输入什么呢 ？https://github 科技 ion.pro， 我用我自己的，然后下面的命令它就会发生变化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复制这样一行命令，在你的国内机器就可以去使用了。OK， 那我们把飞牛打开，我们试一下 SSH 连接我们这台飞牛虚拟机虚拟出来的飞牛 NAS， 然后我们使用了这个-i， 然后提权提到我们的这个 root 权限，它这边变成井号了，就表明我们是最高权限了，大便12，因为飞牛底层它是用的大便，然后点击复制，右键进来回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就能正常拉取了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它通过 GitHub 代理节点就挂上来了。我们回到前台，我们这个飞牛就已经能看到了。我这边硬盘已经占了93，存了很多照片，所以说国内机器也同样是可以被监控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Komori 的进阶内容。我们分享了主题美化、机器人通知、更新要注意的一些事情，以及最后我们分享了国内机器连接我们这个 Komori， 然后如何去被监控。未来的话，如果还有一些进阶点的话，我还会再出视频，或者是说在文档里头跟大家分享。那也时刻关注科技蓝，像这么好用的、实用的Docker 项目呢，我们未来会有很多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3连，给予我小小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